裴祖啊，裴祖，你还真是一把好刀啊！裴祖，他竟能同时融合元气和灵力，这下糟了！混沌，你输了。给你穷气凌厉的人呢？他在哪儿？与你无关。混沌！我们不出手吗？没用的，想帮他就听我的。我想与你为敌，你的封印我可以帮你解，只要你站在我这边。你只是想利用老子的武系元气罢了，真当我傻？好吧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混沌，打不过你不会跑吗？我倒是想，我跑了，你们呢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个弱鸡终于会动点脑子了。到底是谁？居然连混沌都被打败了！怎么会是他呢？第五说的那个拥有灵力的人是谁？他是我们的老对手了。贾叶，他为什么要帮裴佐？没有人知道他的目的。不过，他很久以前就开始四处寻找上古凶兽，从穷奇到饕餮，从饕餮再到混沌。这些事儿还是以后再聊吧。眼下最要命的是他们怎么办？除了靠记忆柱，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只有裴佐和贾叶才知道从退役林那些竹子里取出他们记忆的方法。谁说的？混沌，你好啦！没什么伤，是睡一觉不能好的。那你有办法让大家都好吗？要找回他们过去的记忆，得先弄清楚他们现在的记忆是什么样的。现在的记忆都一样，被退役后的我们记忆都一样。退役林变成紫色，霞岚印也变成紫色，源头都是一个贾叶。而且退役亭在给人褪去记忆的同时，
还会重新放入一段他们预先设计好的记忆。你怎么知道？跟你们分开之后，我调查了许多霞蓝，发现我们的记忆全都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而且每当我进入这些人的记忆中，就觉得有人盯着我，肯定是裴佐他们做的手脚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来的时候怎么不说？你们当时不是有记忆珠吗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？老子有办法了。你在干嘛？想办法找回他们的记忆。那他呢？他不行。他看过陈月的记忆，纠结过，所以记忆是乱的。哼，我才不用他帮我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开始干嘛？你俩得进到他们的心经里，去改写他们的记忆。改？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年的记忆，这得改到猴年马月才能改到跟以前一样，一丝不差呀。老子不是让他们去改整个记忆，而是去改记忆中的节点。什么节点啊？记忆是个整体，裴佐和贾叶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完全制造出一个人全部的记忆。这些人记忆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被一段虚假的记忆掩盖了，正是这段虚假的记忆影响了他们的判断。所以展翅和丑妹要进入他们的回忆，找到掩盖节点的虚假记忆。可是刚才他说过，他在记忆中被监视了，所以裴佐肯定还在记忆中安排了守护者，以防止记忆被入侵。守护者会有多少？进去不就知道了。进去之后，尽快找到那段虚假记忆，去颠覆它。然后呢？记忆会濒临崩溃，但这也是他们的记忆最脆弱的时候。虚假记忆的实体也会在此时出现，打碎它，这段虚假的记忆就会彻底消失，他们也就恢复了。记忆还有实体，虚实只在一念间，道理却博杂深邃，凭你们还理解不了。那要是守护者出现怎么办？打倒他们？逃！绝对不能对守护者出手，哪怕只有一个守护者被攻击，整个记忆立刻就会崩塌。不止他们，连你们都回不来了。知道了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裴佐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篡改他们的记忆的，所以记忆中的很多事会与你们现实中的认知不一样，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象迷惑。明白了。那就……哎，等等，混沌，多谢了。少废话，开始啦！这里是……那不是你吗？笑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我在想，我怎么就跟你一个棒槌分到了一个店呢？一会儿统领就要讲话了，你们快别吵了。就是，我可不想因为某些人被罚。有不动？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吃货，你们小时候都好可爱呀。哇，这就是裴佐统领。欢迎大家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真正的侠岚了。9公岭的未来就落在你们的肩上了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
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坠。不错。那么神坠对于霞兰来说是什么呢？是生命。我们不仅要守护世间，还要守护神坠。是更要守护神坠。神坠是我们的根基，如果神坠出了问题，我们又拿什么守护世间呢？统领，我明白了。很好，那么我要问第二个问题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或者说就是现在，当你们的同伴落到了灵的手里，而救回同伴的代价，则是交出你们曾经承诺要守护的神坠，你们会作何选择呢？这种事，当年我刚成为霞兰时遇到过。不过是在叶恨熙老师的玄惑归心里发生的，是幻觉。有神坠才有霞兰，有霞兰才有9公里。是啊，没有了神坠，霞兰的根基就没了，连霞兰都不存在了，还谈什么守护世间呢？可霞兰是个整体，如果连同伴都能抛弃的话，我们又怎能指望战斗的时候成为彼此的依靠呢？我老爸曾经说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啊，神坠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谁抢了神坠，咱们再给他抢回来不就得了吗？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应以保护神坠为优先。那同伴呢？那要换作是你被灵抓住了呢？我？你是愿意牺牲自己，让我带着神坠逃走，还是希望我交出神坠，把你救回来？我当然会牺牲自己，让你保护神坠撤退了。还是？统领说过，神坠是霞兰的根基。对，统领之所以是统领，就因为他高屋建瓴，站得高，看得远。有道理，统领的阅历和眼界是咱们难以企及的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神坠、同伴，我都要。你的意思是，即便冒着失去神坠的风险，你也要拯救同伴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神坠是霞兰的根基，你的手上攥着霞兰的命运，为什么就不能顾全大局呢？可是我不能眼看着同伴被灵。如果你们是他的同伴，如果是你们落在了灵的手里，你们是希望他为了救你们用神坠去冒险，还是愿意牺牲自己，让他保护神坠跑得越远越好？我会牺牲自己。我也是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听到了吗？我的任务是守护神坠，但我绝不能眼看着同伴去送死。为什么不能？你知道，如果神坠落到灵的手中，会是什么后果？会有数不尽的孩子失去父母，会有数不尽的妻子失去丈夫，会有数不尽的人丧命，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他想救同伴，想逞英雄，而忽视了身为霞兰最基本的责任。现在你知道错了吧？记住，霞兰之名意味守护，守护神坠，而非同伴。裴佐，你笑什么？我想，我已经知道影响他们的节点是什么了。大家好，今天的侠兰百科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舔文。舔文又称水书，是水族的文字。据说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，被称为世界上最后活着的象形文字。舔文在水族社会有着神圣而崇高的地位。逢水族村寨的节日、婚嫁、起灶、出行和祭祖等活动，
都要请那些能看懂、读通和会使用水书的鬼师，也就是水书先生到场。由于舔文的传承只能靠水书先生手抄口传，所以每一位水书先生的头脑都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，在《画江湖之领主》中就出现过舔文。没错，丁沙平后背上的图案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舔文。去朝闻香生平雪后初霁，此去长路漫风雨急，唯有分毫迟疑。骤风倦雨来，明星灯忘情，却眉眼温柔白笺双霞影。无心生不息，花两影，魑魅魍魉兵来将当豪情。上古的身影，此刻都归零，是幻梦是酒意。是缘起斩破重雾，破晓中洒他清静。我离遥远处太近，勿忘空相推延，谁比你？轩过归心，年轮不改，了无天命地何神迹。月出行云传天来，此刻迎风侧无心之地。星海回流，秋天经落，在手此刻风华万里。我离遥月处太近，勿忘空相推延，谁比你？卷过归心，年轮不改，了无天命地何神迹。月出行云传天来，此刻迎风侧无心之地。星海回流，秋天经落，在手此刻风华万里。愿守此刻风华